你好，我是 Alex 阿里。我们今天聊一点劲爆的话题啊。最近大家都看到新闻了啊，币安的这个赵长鹏 CZ 和 FTX 的爆炸头 FBF 这两个人啊，就明着就打起来了。那表面上看是两个人在推特上的掐架，但是实际上背后的资金的战争呢，是更加的残酷无情。本期视频呢会详细讲解这里面的前因的后果，最重要的呢是在后面啊，如何在此次神仙打架中获利啊？会不会这次呢直接就干崩掉其中的一家的交易所，或者是其他的有献祭的这种币种呢？希望大家能看到最后啊！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啊。另外呢，我在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呢，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那么这里呢插播一句啊，那么我在Luna 死亡螺旋之前呢，我就做了一期视频啊，预告了这件事情。那么 Luna 当时我做的时候，大概我记得在30U左右啊。如果说当时看了我的视频清空了 Luna 的朋友啊，就可能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了啊，甚至的有的朋友会根据我当时的指示呢，会做空 Luna， 也很赚了一笔。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啊。那么事情的最开始的起因呢，就是前几天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啊，说币安帮助了伊朗处理了价值8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的交易。那新闻是这么说的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尽管美国制裁旨在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但是呢，从2018年以来，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已经处理了价值80亿美元的伊朗的交易。路透社审查的数据显示啊，从2018年以来，总计约29.5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直接在伊朗交易所和币安之间转移。那伊朗交易所和币安之间通过中介层转移了另外5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Chainalysis 的数据显示啊 ，Nobitex 用户啊于2018年4月开始通过 Binance 转移比特币，从2020年8月起啊 ，Nobitex 这是个伊朗的交易所和币安之间的这个 Tron 交易量的激增。数据显示呢，就在今年10月份，2000万美元的 Tron 在 Binance 和 Nobitex 之间流动。新闻呢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看起来似乎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也无从去考察这个数据啊。那么有链上数据的高手可以去追踪一下。但是呢，这可能呢就让这个 CZ 惹上大麻烦了啊！毕竟这个伊朗呢是美国的敌人啊，那币安帮助伊朗呢就是与美国为敌。那这对于币安来讲，以后币安美国啊 Binance US 一定不会有好日子了，这是板上钉钉的。那也不知道啊，这个币安他们背后是怎么调查的？那他们就怀疑这背后呢是 FTX 爆炸头 FBF 在搞鬼。那最有意思呢是币安之前还投资了 FTX 啊，那我们在后面会讲到这一点。那紧接着呢 CoinDesk 就出来了一篇针对 FTX 的报道，说爆炸头 FBF 在2017年创立的 Alameda Research 公司和2019年创立的 FTX 公司的业务虽然不一样，但是有着一样的致命的缺陷，就是资产负债表出了问题啊。Alameda Research 呢是它最开始的定位呢是一家做市商和做量化交易的公司，但后面呢他们也投资了很多的 DeFi 的项目啊。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这个报告呢说啊，该资产负债表充满了 FTT 代币。那 FTT 我们都知道是 FTX 交易所的代币，那持有 FTT 呢可以给交易者啊提供这个手续费的优惠啊打折。那资料表明 Alameda 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里有大量的 FTT 作为支撑，而不是啊像法定货币或者是其他加密货币那样的独立的资产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FBF 自己的两家公司啊，在左脚呢踩着右脚它就上天了，它不符合物理的定律啊。那所有的基础呢就是一个空壳。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可能就会知道了。报告里指出啊 Alameda 拥有146亿美元的资产和80亿美元的负债。那其中呢146亿中啊有36.6亿美元的 FTT 代币和21.6亿美元 FTT 抵押品。那 FBF 实际上是抵押了126亿美元的 Solana 和 FTT， 向用户借了74亿美元啊。那还有呢 3.3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啊，这里面就是2.9亿美元的 Solana
和8.63亿美元的这个锁定的 SOL， 那就是说有这个上市的，还有没有上市的依然在锁仓的这个状态当中啊。那1.3亿美元的这个现金，还有20亿美元的股票证券。那著名分析师啊 Dylan LeClaire 进一步细化了 Alameda Research 的资产啊，同时评论到，大多数净资产呢都是与完全非流动的山寨币挂钩啊。他的意思呢就是说 FTT 占比太大了。那在这个80亿美元的负债当中，还有更多的FTX 的代币，那其中就包括2.9亿美元的锁定的锁仓的 FTT， 那负债主要是74亿美元的贷款。问题是FTT 真的值这么多钱吗？我们都知道市值呢是一个虚数，就是说它现在的这个价格乘以它的这个总量，它其实是一个虚数。如果说真的把所有的代币都卖出去的话，根本就卖不了那么多钱啊！真到了这种清算的时候啊，根本就是一个有价无市的一个行情，缺乏流动性。那说白了 ，FBF 这是用自己的公司凭空打印代币，然后呢，作为公司的资产，一旦被做空，陷入流动性的危机，就会出现死亡螺旋。那么我们今年已经见识到了 Luna 的崩盘了，我们开头也说到了，那难道再来一次吗？事情还没有完，我们前面提到了币安之前投资过 FTX， 手里呢有大量的 FTT， 然后呢 CZ 就宣布要出售 FTT。那大家看截图啊，他说作为币安去年退出 FTX 股权的一部分币安收到了大约价值21亿美元等值的 BUSD 和 FTT。那由于最近曝光的消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CoinDesk 的这个报道那我们决定清算我们账面上的任何剩余的 FTT。币安呢将尝试以最小化市场影响的方式清算。由于市场条件和流动性有限他这里呢故意的说流动性有限，预计呢将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FTT 呢随之就大跌。Alameda Research 的 CEO Caroline 的临时回应他说，如果呢您希望 FTT 卖出对市场的影响降到最低， Alameda 很乐意今天以22美元的价格从你那里购买。对 Alameda 事件一直很沉默的 FBF 也不得不出来发声，他表示非常尊重你们为建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行业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他们是否有回报，以及我们是否使用相同的方法包括 CZ 无论如何和往常一样，是时候建造了他说这个做爱，他说是和区块链做爱，而不是战争。那 CZ 的回答呢就十分的直接清算我们的 FTT 只是退出后的风险管理，向 Luna 学习他的意思呢是说我们害怕这个 FTT 呢将来会像 Luna 一样走向一个死亡的循环我们以前支持过，但是离婚之后我们不会假装做爱，我们不反对任何人，但是我们不会支持那些在背后游说反对其他行业参与者的人那这里面呢就暗示呢之前这个 FBF 建议加强对加密行业黑名单管理与得发前端的这个 KYC 引发争议那随后呢这个 FBF 再次回应，一堆毫无证据的谣言一直在流传。 FTX 财务经过审计，虽然它有时会减慢我们产品上的速度，但我们受到高度监管我们今天已经处理了数十亿美元的存款提款那暗示这个谣言出现后有大量的提款，但存取正常那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新闻了，就是新闻里面就是出现这种报道之后这个很多人呢就会卖出变现或者提币那还有大量的这种美元的稳定币的换取正在进行。最后呢你应该做你想要做的在你想做的地方交易。我们感谢那些留下来的人，当这一切结束时，我们会欢迎其他人回来。那据很多推特上监测链上数据的大佬们他们的追踪的数据显示这两家全球排名第1和第2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确实打起来了打得非常的激烈。那就是说在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在不停的在砸盘作为吃瓜群众，那么我们能做到的除了清掉这两家公司的代币之外，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持有这两家的，就 FTT 也好 BNB 也好你拿着呢有可能你不知道哪一个币就会被意外的这种做空就会暴跌，所以说这个时候卖掉这些代币是最保险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意外的可以让大家大赚特赚的机会呢？那接下来就是我的个人的观点了不作为投资建议。那么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某个行业
老大和老二打架，受伤最严重或者是死掉的往往并非老大和老二，而是没有参与打架的老三。那比如我们都熟知的王老吉和加多宝打架，何其正没有了，那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打架，非常可乐消失了。那这次呢，我认为可能是这种没有参与打架的老三呢，有可能就是 Solana。 那毕竟这个 Solana 呢是这个 FTX 的亲儿子，而且呢老大老二打起来之后，他已经出现了下跌的势头了。那我认为这个倒霉的亲儿子极有可能就是要即将死掉的老三，再加上 SOL 经常出现宕机的问题啊，死亡螺旋呢也是备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那剩下的呢，就是看各位空头到底该怎么去狙击了。那这是不是你发财的好机会呢？那我相信你一定有疑惑。那币安和 FTX 打架，为何不做空这两家公司的代币呢？那问题呢就在这里呢，就是他们自己的代币是装在自己的这个交易所里面啊，就是说庄家就是人家自己，你做空那岂不是自找不痛快的？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